双子座生来就不是为了被忽视的。你可能爱他们，你可能无法理解他们，但你绝不会对他们无动于衷。他们像是闯入你生命的一阵风，有时带来舒爽，有时带来混乱，但总会留下一些什么。Hello， 我是苏晴。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总是在旅行和生活中着迷于观察人与人之间奇妙的化学反应。慢慢的，我发现星盘上的光点似乎真的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有着说不清的默契。而关于双子座，我有一个更大胆的发现。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宇宙或者说上天只悄悄塞给双子座的20项神级天赋。这些天赋解释了他们为何如此聪慧、迷人，又时而像一个无解的谜题。在这20项天赋中，有一项，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揭晓的第2项天赋，它强大到可能会让你在一瞬间哑口无言。所以相信我，你绝对会想留下来看看究竟是什么给了双子座如此独特的魔力。让我们一起开始这趟探索之旅。第1章，社交宇宙的王者。首先，我们先从双子座最外显、最耀眼的部分说起，他们那些在社交世界里近乎王者般的天赋。第20项天赋是沟通的艺术。你注意，我用的词是艺术，而不仅仅是说话技巧。一个普通的聪明人能把话说得清楚明白，但双子座能把话说进你的灵魂里。他们天生就懂得如何将一个复杂到让人头痛的思想转化成一句简单却充满画面感和共鸣的讯息。他们的语言是有转化力的，能化解尴尬，能点燃热情，甚至在你都没察觉到的情况下疗愈你内心的某个角落。这背后是第16项天赋，闪电般的制式。双子座的思绪真的就像闪电一样迅速明亮，而且你无法忽视。当大家还在理解问题 A 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可能已经跳跃到解法 C， 甚至开始思考 D 方案的可能性。这种速度让他们总能比别人快上好几步，也让他们在对话中总能抛出最新鲜、最有趣的观点，像一个火种点燃周围所有人的思维。而第15项天赋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疗愈的幽默。很多人的幽默是嘲讽，是攻击，但双子座的幽默更像是一种解药。在这20项天赋中，有一项，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揭晓的第2项天赋，它强大到可能会让你在一瞬间哑口无言。所以相信我，你绝对会想留下来看看究竟是什么给了双子座如此独特的魔力。让我们一起开始这趟探索之旅。第1章，社交宇宙的王者。首先，我们先从双子座最外显、最耀眼的部分说起，他们那些在社交世界里近乎王者般的天赋。第20项天赋是沟通的艺术。你注意，我用的词是艺术，而不仅仅是说话技巧。一个普通的聪明人能把话说得清楚明白，但双子座能把话说进你的灵魂里。他们天生就懂得如何将一个复杂到让人头痛的思想转化成一句简单却充满画面感和共鸣的讯息。他们的语言是有转化力的，能化解尴尬，能点燃热情，甚至在你都没察觉到的情况下疗愈你内心的某个角落。这背后是第16项天赋，闪电般的制式。双子座的思绪真的就像闪电一样迅速明亮，而且你无法忽视。当大家还在理解问题 A 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可能已经跳跃到解法 C， 甚至开始思考 D 方案的可能性。这种速度让他们总能比别人快上好几步，也让他们在对话中总能抛出最新鲜、最有趣的观点，像一个火种点燃周围所有人的思维。
而第15项天赋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疗愈的幽默。很多人的幽默是嘲讽，是攻击，但双子座的幽默更像是一种解药。那是一种发自灵魂的轻盈感，能在最紧张、最沉重的氛围里，找到那个可以让大家松一口气的出口。他们的玩笑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高明，而是本能的想让周围的空气变得更轻松、更明亮一些。当这些天赋结合在一起，就催生了第7项和第13项天赋，磁铁般的魅力与无可取代的社交能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一个陌生的聚会上，空气里飘着一丝尴尬，每个人都礼貌性的微笑，但眼神却在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大家各自形成一个个孤岛，对话零碎，像是怕打扰到这份宁静的尴尬。就在这时，一个双子座的朋友可能走了进来，他不会大声嚷嚷，但他一开口，整个房间的能量场就变了。他可能只是走到吧台边，对着一脸严肃的调酒师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两个人瞬间就笑了起来。然后他转过身，看到角落里有个因为害羞而一直沉默的女孩，他不会直接去搭讪，而是走过去，看着她正在看的书，问一句：真巧，我也很喜欢这个作家。你觉得他最残忍的，是不是他总在结尾才给人一点点希望？就这么一句话，那个女孩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他们开始交谈，而旁边几个本来搭不上话的人，也因为听到了熟悉的作家名字，好奇地凑了过来。很快，一个原本由孤岛组成的房间，就以他为中心，织成了一张充满了笑声与连结的网。他没有去奉承任何人，他只是真诚地用他的好奇心与语言，把一个个点连成了线，再织成了面。这就是双子座的社交魅力，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连结。他们能让一个陌生人在5分钟内感觉像认识了10年的老朋友。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语言的力量可以如此神奇。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想起身边的某个双子座了？或者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在留言区分享一个你见过最双子的瞬间吧，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故事。第2章，混乱中的舞者。但是问题来了，这种外显的天才，这种能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如鱼得水的能力，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难道真的只是一些肤浅的社交技巧吗？还是说，在他们体内有一个更深、更强大的内在驱动力？答案就在于他们独特的内在作业系统。这是外人轻易看不见，却支撑着他们所有天赋的核心。这就是第19项天赋——与未知共舞的适应力。对很多人来说，变化是可怕的，混乱是灾难；但对双子座来说，变化是空气，混乱是机会。当世界在一夕之间崩塌，所有规则都被打乱，别人还在哀叹和恐惧的时候，双子座的眼睛却会发光。因为在他们看来，旧秩序的结束正意味着新游戏的开始。他们不是被动的去适应，而是主动的去拥抱变化，像一个冲浪高手，在滔天巨浪中找到最完美的航线。他们能与生命的风暴共舞，却从不失其内核。这就是第19项天赋——与生命的风暴共舞，却从不失其内核。这种在混乱中茁壮成长的能力，是他们成功的底层代码。而这份适应力又延伸出了第17项天赋——无限可能的百变人生。双子座是最不可能被单一定义所束缚的星座，你很难用一个词去概括他们。今天他可能是一个专注于数据的策略家，明天他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写诗的艺术家，后天他又可能是一个在户外探险的背包客。这不是不专一，而是他们的人生注定不是一首单曲，而是一整部宏大的交响乐。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他们探索世界的一个面向。他们透过扮演不同的角色来吸收不同的养分，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加丰满和多元。他们从不害怕撕掉标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本质远比任何标签都来得更广阔。
第3章，终极天赋，思维扭转现实。好了，我们已经探索了双子座外在的社交光芒和内在的变色龙般的作业系统，现在是时候揭晓那个我们在开头埋下的悬念了，那个强大到可能会让你哑口无言的第2项天赋，它就是思维的极致弹性。请注意，这不只是我们平常说的思想开放或不固执，这是双子座用来重塑现实的超能力。他们的思维就像水，可以流入任何形状的容器，可以从无限多个角度去看待同一个世界。他们不执着于某一个单一的真理，他们享受在各种矛盾对立的观点中穿梭，并从中寻找出那个全新的更高维度的解答。如果说大部分人的思维是一条直线，那么双子座的思维就是一个可以随时展开的包含所有可能路径的宇宙地图。这项天赋在危机时刻会展现出最惊人的力量，这就引出了第3项天赋，危机中的解题者。压力越大，他们越闪耀。别人看到的是一堵墙，是绝路，他们看到的却是墙上那条不为人知的裂缝，是悬崖边上那根可以攀爬的藤蔓。让我给你描绘一个场景，想象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新创 APP， 预计在第2天早上9点全球上线，团队的所有人几个月的心血全赌在这一刻。但在前1天晚上10点，一个灾难性的消息传来，核心服务器因为一个无法预知的硬体问题彻底崩溃了，备用方案也因为同样的漏洞而失效，修复至少需要3天。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有人抱着头喃喃自语，全完了。有人开始互相指责，寻找替罪羊。产品经理脸色惨白，焦虑地来回踱步，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味道。这是一个标准的死局。就在这时，团队里那个平时有点爱开玩笑的双子座工程师突然敲了敲桌子，所有人都看向他。他没有说我来试试修复，而是问了一个让所有人愣住的问题。各位，我们先停下，忘掉伺服器，忘掉代码，我们回到原点想一想，我们明天早上9点最希望我们的第1批种子用户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体验？大家面面相觑，有人回答，当然是体验到我们 APP 的顺畅和美好啊。双子座点点头，然后说，好，顺畅和美好是我们的目标。既然线上这条路被堵死了，那我们能不能用线下的方式来给他们一次更独特、更难忘的顺畅和美好？他接着说，我提议我们立刻启动 Plan B， 一个从来没人想过的 B， 我们连夜联系所有预约的种子用户，告诉他们发布会因故推迟，但为了表达歉意，我们将在明天早上9点为每一位用户亲手送上一份产品体验早餐包，里面有我们 CEO 手写的道歉信，有我们产品的周边，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美好的事物值得等待。当您享用早餐时，我们的工程师正在为您打造一个更完美的宇宙。我们把这次危机变成一次史上最真诚、最有人情味的社群行销事件。那一刻，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变了，绝望被一种奇异的兴奋感所取代。他没有去解决那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他用他那极致弹性的思维，直接绕过了问题，重新定义了成功，把一场灭顶之灾变成了一次创造传奇的机会。这就是双子座思维弹性的真正威力。他们不是在规则里玩游戏，他们是那种可以随时改写游戏的人，而这种能力又源于他们的第12项天赋——闪电般的学习力。他们不是在学习，他们是在吸收。任何新领域、新知识，他们都能以惊人的速度掌握，并立刻找到创新的方式加以运用，成为他们解决下一个危机的武器。第4章，天才背后的温柔灵魂。
当我们惊叹于双子座那如同超能力般的大脑时，我们或许会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他们超凡的头脑之下，跳动着一颗怎样的心？这就是我想带你探索的双子座最深层、最温暖的内在世界。第6项天赋是深邃的同理心，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双子座看起来总是那么风趣、理性，甚至有点抽离，但其实他们拥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力。他们能轻易地察觉到你语气里一丝一毫的变化，能听懂你没说出口的后半句话，能感觉到你那些藏在玩笑背后的重量。只是他们不一定会说破。他们的同理心不是那种廉价的安慰，而更像一个在你经历风暴时悄悄为你敞开的避难所。他们懂你，所以他们给你空间。而这份同理心来自于他们的第5项天赋，对人的神圣好奇心。对双子座来说，世界是一本有趣的书，而每一个人都是书中一个独立又精彩的宇宙。当他们向你提问时，往往不是出于八卦，而是出于一种近乎神圣的好奇。他们真心想知道你是如何思考的，是什么让你快乐，又是什么让你心碎。他们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尊重，代表着他们愿意花费自己最宝贵的资源——注意力，来探索你这片独一无二的灵魂星系。而所有天赋的基石，也是最重要的第1项天赋，是神圣的玩乐精神。在双子座的灵魂深处，永远住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让他们即使在最沉重、最黑暗的时刻，也依然携带着光。他们的玩乐从来不是不成熟，而是一种智慧的伪装。他们懂得生命中最深刻的真理，往往藏在最简单的游戏里。他们懂得如何在这个常常过于严肃的世界里找到乐趣，创造美丽，提醒我们所有人，生命本质上是一场盛大的、充满了惊喜的冒险。他们的玩乐精神是通往神性的一道入口，让他们永远年轻，永远充满创造力，永远对下一个日出抱有期待。所以你看，从社交场上那个光芒万丈的王者，到危机中那个能扭转现实的智者，再到内心深处那个保有童心的温柔灵魂，这才是双子座的全貌。他们是一部由智慧、变化、好奇与爱共同交织而成的永不落幕的交响曲。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醒这个世界，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永远不要害怕改变，也永远不要失去那份玩乐的勇气。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对身边的双子座或者你自己有了更深的理解，请务必按个赞，让我知道它触动了你，并且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因为关于星座的深度秘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你也知道，像这样太过真实的内容，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看不到了。所以呀，现在就按下订阅，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深度探索。